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本季大侦探规则升级，设置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名侦探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与玩家每人可投1票。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不参与最终排名。上一集，魏新文和涛实习受芒村村长特邀做民俗专访。欢迎来到我的家乡芒村。这个到处都是大洋水洋，太棒了，太棒了！演出结束后，来，您这边一行人前去观看当地特色文物善财陶俑，却意外在文物后面发现了被乱石掩埋的真专家。这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呢？不对呀，手和面部有明显擦伤，颈部受到创伤，初步判定被石头重击而亡。凶手就锁定在当时身处芒山的5位人员当中，他们分别是合眼晶晶、张咩咩、大生意、熏头宝、心肝。寻宝记图是一个大概的地方，字儿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古墓的位置究竟在何处？还发现了一个信号加密器，这是不是他跟贾国联络的一种方式啊？真专家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他死亡的第一案发现场到底在哪儿？你为啥杀他呢？我没有矛盾啊。杀害真专家的真凶究竟是谁呢？不是，这2个好像能拼，是不是能拼上？哦，看那个羊皮卷儿，能拼上，能拼上是羊皮卷，是不是？那就是一个人拿了图，一个人拿了字儿。哦，对，这图是一个大概的地方，但这个字儿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对。那我讲一下现场发现的东西。好呢，在那个真的身上，这有一个发现了他是有工程师证的，芒国地质研究院给他发的高级合格地质勘探工程师，我觉得应该是假的吧。这应该就是做了给当地人看的。他说我们来这儿啊，如果不是说地质勘探工作的话，你其实人就不会收留你。明白了。然后接下来在他的背包里发现了一个小型炸药。这个炸药啊，主要是挖洞的。不是他一共要找7个地方嘛，等于要炸7次，对吧？对，这其实还挺花时间的，因为他们每2天才能炸一次。因为晚上挖那个洞，如果就想用炸药的时候，就在那火车来的时候用这炸药。明白。正好掩盖了炸药的，就是想用那个火车的咣咣咣的声音掩盖那个炸药的声音。哦，声东击西。他今天还是准备炸的，因为今天也是日子19号，但今天等于没炸，没炸成，因为他没用上。对，没用上。对。
他应该是在12点之前死的，不然他炸药应该会用掉了。对，但是我10点去找他，他那家里没人嘛。然后接下来我们把真的尸体检查了一遍，看见他的2个手上都有一些擦伤，然后他的脸部也有擦伤。然后我们把他的上衣扒开一部分，他这上有一个 J， 就是那个嘛，就是你看见小人儿，所以很有可能当年是他推的我。要不然就是肯定跟他有关系嘛，因为这不知道是一个什么东西，也不见得是假活人啊，也有可能是一个组织之类的。对，然后接下来我就去看了一下它周围的这个石头啊，确实跟山上掉下来的石头很像。然后再看它的伤口的时候，觉得它又跟单纯是石头把它砸伤不太像，就是因为它的伤口很集中在脖子左侧方，而且它的这个伤口就是很烂。像就是反复砸过，对吧？倒过，当当当。对，然后我就把他的这个伤口剥开啊，发现里面有一个硬的且不规则的，像是碎片扎在他的伤口里，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跟他的最开始的这个伤口有关系，因为他是在最里面一层。然后我也发了这个尸体的扫描发给我的法医朋友，不知道等会儿有没有做个鉴定，看他到底是什么死理。然后我又在旁边发现那个石头呀有2个颜色，一个是比较灰的石头，有一个是比较黄的石头。黄的石头就是山上的，然后灰的石头好像就只有陶俑的那个地方有。然后我就翻开那个石头，找到其中有一块是有血迹的，且大小跟这个伤口的大小，它的材质和这一块是一样的吗？和它不一样。所以我就怀疑是凶手有可能想掩盖他最初的那个伤口，拿这个石头反复把它敲烂了。所以我觉得有没有可能他根本就不是死在这儿，而是被拖过来，或者拖过来？那现场有拖拽的痕迹吗？就是他背上倒是有很多的就擦伤是吗？他正面也有，他的衣服和包上，背面也有。那他应该是从什么地方被推下来、滚下来的，就是那很像你报复呀。这么栽赃自己的亲人啊！他其实想要做的这个状态是被山上的碎石砸住压死啊。就是说在哎，来了，喂，有电反应号话。来了。哎，你看看我的朋友，郝法医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法医学鉴定中心尸检报告，检查结果，经检验，死者为颈动脉破裂导致失血性休克而亡，那就是这个扎死的。对，推测死亡时间为 M190年2月18日22点30到23点30。几点？10点半到11点半。我这儿有一个重要的时间线。那天19点30，因为我不住在山里边，村长来山洞找我说这个表演的事儿啊。然后21点30到21点40，我先去村里边敲了真的门，无人应答。然后我就会想，他是不是又去山上到处乱跑了嘛？所以我回到山里，在山里找了一圈。21点40到22点40，我找了1个小时，一无所获。他没有在山里，这个意味着什么？这就说明22点40之后才是事情发生的，因为他10点40才结束巡山。那他说这个事儿，就是说明没在山上吗？有可能。啊，不对，那不是他不是9点就往山上走吗？那个时间点他就应该在山上呀。而且他10点钟去了真的家，真也没在家。在家。可是那会儿真又没在家，又没在山里，那他去哪儿了呢？经组织痕迹分析，左侧脖颈后方存在刺伤，伤口内残留一节碎骨啊，碎骨头，骨头啊，碎骨头。根据骨骼鉴定，羊骨为羊骨，为人骨。人骨。经对比证实，并非出自死者本人。人骨扎死的，那上哪儿找人骨去啊？哦，那他是不是就挖出来了什么东西了？
那就是说明他已经把那个墓室挖开了。那就是22:40，已经进墓。也就10:40之后，在墓室里面发生了什么？因为如果你是颈动脉破裂的话，这个现场非常难处理，它出血量非常的大。然后凶手还不想让人发现这个墓室，他就把这个人弄到下面来。凶手也想把这个墓留下，你的嫌疑变大了。凶手也想找这个墓，因为他肯定估计回头找他了，发现这个他已经。这也太直接了吧？对。你也要找呀，你也要找这个墓。不找谁去啊？你祖坟啊！如果我真碰见这样的事情，我会跟他说，那个是我并不要这里的东西，我是给我们家爷爷交代。不是，关键你爷爷那动啊东西跟他放在一起了，肯定都。因为你不想让别人破坏你们家祖坟啊。像这么说但，是他如果找到的话，他不能拿他祖宗的骨头杀人吧？哎，要不说你笑出来，这确实我是不可能这么想的。我觉得这个凶器非常的特别，应该是就是当时发生了什么搏斗啊，找到的，甚至是手边只有一个什么可用，所以就是说刚才大的那个说我不可能用我祖宗的那个骨头啊什么的，可能不太成立，因为如果都已经危机存亡了，你可能就顾不得那个理由了。除非他是确实没有趁手的兵器了。哦，还真是。这就是只能说他是一个激情，或者是一个迫在眉睫的杀人，就是他肯定不是，但是他后面准备的这一切逻辑又严谨。他可能杀完了之后坐在那儿想了一会儿，到对有这个办法可以掩盖。投票吧，投票，祝福两位侦探。咱俩盘一盘吧。就是你说用一个人骨，就什么样的情况下能用人骨把人给炸死？最有可能是他俩就是在挣扎的时候，他随手抄起地上墓里的一个骨头，然后这么，他有可能并不是在一个强势的状态下杀死他。就你想，如果是一个就女生，如果力量不大的情况下，拿一个骨头把一个男的给戳死，而且心可能对这个墓也没有太多的目前没有没有什么跟墓有关的东西。哦，你觉得谁的杀机比较大？是不是可以把熏先排了？为啥？因为他的时间线，然后包括他还去到山上，在山上挖到3点多回去。如果是他的话，就一定要在这个10点半这个时间上撒谎。要排他可以这个东西。然后他大的话，就是我们要判断的是他说的一个时间线，他10点的时候去敲门，发现里面无人应答。就这句话，如果是撒谎，就如果是真的话，我觉得就不太会是他了。对啊，因为按照咱们现在已知信息，他如果从9点一直到杀完人，他都一直在山上的话，他怎么能100%确定真的房间没有人呢？排完就剩何了，何和张啊，张是看到那个饼干嘛，就是给他的羊报仇。何他说他的爷爷失踪在邙山，对吧？他想要去找他爷爷，就是咱现在只能猜测何看到真挖开那个墓之后，他是有什么逻辑，他能把真给杀掉？有一个逻辑就是他知道他爷爷有可能是被真害的，所以咱们猜测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他说你是来干嘛？他说我是来找我爷爷的。我也是看到点什么我现在不知道的东西。对，他肯定得有一个过程啊，他不能是对，因为他是一个激情，杀人嘛。你觉得谁更像？你觉得谁？你觉得谁？我就投另外一个人。我想想，我倾向何，那我就投张。都行，你跟着自己的内心走。选他吧。
哎，开始了。来吧，现在我们要怎么着呢？我们是不是得找找木啊？对啊。哎，我爷爷留下那个是不是就是线索呀？啥？爷爷？我爷爷留下那首诗。对对。黄沙隐映心行泪，旁有峭壁。山中林木遮掩处，曲径通幽不见人。复行数百步，恍然见二人相对，弯腰伸手若迎客。俩人相对，是不是指这两棵树啊？两棵树相弯腰。哦，恍然见二人相对，弯腰伸手若迎客。是这里面吧？哎，这里头什么能进去啊？哎，这是空的啊，这是空的。哦，可以进吧？果然有机关。哇！对了，yes！ 哇哦！哇塞！哇！张哥开始有鬼了。哇！请进，开始密室了。各位请进。我已经够了，我已经可以进了。让爷爷先进。就这样进。我先吧。哇！小心头。可以。哎，来，小心背，小心后背。来吧，可以了，走。这个可以了，进吧，咪咪。走。侦探先。进吧。行，胆大的都进去了。哎呦！哇！怎么了？有点震撼，朋友们。呜！哎呦喂！这就是那白骨。哎呦，杀的就是那白骨那儿。哎呦喂！哇！你好！你好！大吗里头？大，快来！哦呦，这是什么意思？这姿势是什么意思啊？这可能是若干年前。那等于他俩是困在这儿了吗？对啊，他俩困死了。这不会那3个人中的2个吧？中间是谁呀？敢搬这个吗？敢呀。但是这是我们家祖坟，对不对？不一定，不一定是你家啊。这里边什么财宝吧？来吧，那咱们弄吧。原来这就是倒斗啊！来吧，来，动不动，合适吗？你同意我们就搬。合适，反正我们家人吧。哎，有这个标，符号，那个标，是那个手字。不会这下面还有密室吧？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那这个意义是在哪儿呢？但是咱就是说，这么大一个盒里头，应该装个东西。这里是不是得有个？应该得有个有点宝贝什么宝的？应该是有。对，关键这里的东西都没有了，那就说明这个东西已经被空了，挪走了呗。是有东西里头，我觉得应该有什么呢？不见得真的有啊，它只是一个传说呀。但是来的人肯定是以为它有嘛。哎，他身上有血迹，哎，这个不可能是他当年的吧？谁呀？这个谁呀？他这个白衬衫上这个，他那血上那是血吗？对呀，这应该是当年的。当年的血，这么多年啊！这儿也有血，前后都有血，是不是就是刺穿的？刺穿的。这个白骨是被刺穿了胸口吗？慢慢的把它解开他的衣服看看。哦，这里，如果是一个锐器捅进去的话，正面这样进，这个角度捅进去的，对吧？就是一个贯穿伤，对，从正面刺进，而且这个应该是30年前的事了。
这个都已经变成骨头了。那可是不是凶器呢？它跟针的关系又是什么呢？真把他们都害死了。不是啊，真是应该是没进来过的。他这么多天不就在找这个地儿吗？如果他害死的，那他不早知道这个？对啊，我那时候说他肯定不知道这地儿，因为知道这地儿，他不就不用我看着我那个他就来了吗？哎，看他的骨头嘛，看他的骨头是不是少了？是不是少一块？哪个少了？没少哈，没少啊。但应该是能找到一块。对。他怎么能死在这儿呢？不是你肯定有记忆啊，你不认识他俩吗？我怎么这哎这是什么？这有一钝器，他击中了，被人砸开过。对，他是被人那个脑袋后面开了一下。哎，那不是，这是血吗？对，就是他，就是他，他发现了，这是他还给拼上了。对，是不是缺一块？对，缺一块，缺的是他卡在身体里那个，这就是凶器。这人还行，处女座，完事儿之后还给弄好了哈。不是他，所以就说明他是迫不得已拿这个，他并不想动这个。激情杀人，他不想动他祖宗的。对，他是迫不得已。所以就是用这个杀的。但是问题是，这个确实没有任何一点打斗的痕迹啊。对啊。不是，他放到这个位置一定是被复原过的。这里还有什么可以搜的地方吗？没有了。这就这么单调？没有别的线索了？哎，这儿是不是有血迹？你看，这儿，这是陈年的血迹吗？什么？右手边呢有血迹。哦，有，对。哦，那就只有这种方法啊，就是他钻进来的时候，就等着是吧？是吧？他可能听着有人在挖这洞啊，然后他就藏在这儿。这是血吗？是血。哦，是吧？这样的话比较成立。他是来不及了，顺手找一个东西，是吧？所以是这个人先进来，他就在这儿埋伏。对，有可能。哎，这个，哎，这有个标志，这儿可以放那个玉佩。对。哦，放玉佩的地方。密室。哦，放玉佩。这个门还能开，这还能开吗？真正的宝藏在里边。对，这里还是个门。哦。谁有玉佩？快去我屋，快去我屋。玉佩在你那儿。不是，我有一个，来走。你有个玉佩，我有啊。那我们等你啊，你去拿过来呗。去拿过来呗。这么心酸吗？那我陪你去。不要一起吗？啊，来，我陪你去。哎呦喂，这里面肯定能打开，不用都去吧？你们等我们一下。你怎么会有玉佩呢？因为这是我们家祖传的。哦，还是你必须得是我们家的人才能有这个，是不是？所以别人有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对吧？在哪儿呢？哎，这是我家哈。哎，想想啊，我家爱茶，对，茶水这儿，这个里头，下边还一层，来了。哦，嗨，对。这是我爷爷留给我的。天哪，留给我的。可是那为什么勋也有一个呢？他那个就是不知道了，他那个是很奇怪的。他有一个玉佩。啊，你有一个玉佩？他有一个玉佩，是我爷爷留给我的，18岁的时候就给我了。来吧，大氏集团的人。大氏集团啊，哎，那这个唯一奇怪就是说，因为这个玉佩啊，是只有姓我们家姓儿。大氏集团才会有，你有这件事儿也是。你姓什么？大氏集团，就是我们家人才会有。来了，你那怎么来的？你们家人？对，这是我爷爷给我的。哇，他是我们整个大氏集团的。
哎呦喂！不对，这个就是我们家祖坟了。哦，这个要找那个翻译了，这是古文字，对吧？这上面是一句话。对。哦。翻译啊？就是那个爷爷的那个本儿，那个爷爷那个小盒。我去拿。我去。能不能一次给我说清楚？知道在哪吗？在我的本里夹着。看不懂啊。这要在这念一下咒语，它才开是吧？对，已经开了吧？这还有门？还有吗？还有套娃，我们家大使集团人都是套的，等于说这个东西。那勋为什么会有呢？哎，勋，你那个是家里给你的吗？啊，也是18岁的时候要给你的。这也是你的？这是我，这本身就是我的。这个是我的，就很奇怪的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是好像真是个门，是不是？你有真的见过那个玉佩吗？我给你拍的是我的照片儿，不是我。他现在在哪儿呢？我不知道。第一个那个是什么字？天，这个王女，有一个女字儿，没有女。下一页吧。不是，哎，就这一页，就这一页吗？是这个吧？是这个女字儿，那个感觉。不是，你说这个吗？对。没有字翻译就这一个。哦，字翻译那就这页了，那就王第3个字是什么？手。第什么手？第3个手。哦，守者。王什么守者？王什么守者？第2个又是手。手什么又不知道？手这个字没有，对吧？哎，他是不是守什么苦啊？第3个字是苦吗？第3个字是这个吗？是这个？不是者吗？第3个也不是者。哦，这是华夏是吧？华夏。一共就这么些字儿，还对不上啊？那是个看不清楚的马，没写明白呀。你例如到这个字儿已经完全，这是什么呀？也看不出来。这后面都没有啊。他这里面这段话是不是不是要念出这段话吧？应该。他这门能打开吗？没钥匙。勋，你那块儿找不着了哈？找不着了啊。里面还有放玉佩的地方吗？没有。这个确实是你们家，这个是后，也许可能是说我们家帮别人守的东西吧，也许就是说我们是守这个墓的，确实你们家祖坟了。这不算我们家的，应该是看上去比我们家更大。可是问题是谁？哎呀，欣欣，哎，会不会爷爷和爸爸呀？他俩吗？那我又是谁？你是被推下去那个，你不推湖里去了吗？对啊，你得掉那湖里，你才能死。你是那小女孩，没在这里头。你是那个女孩，你掉下去之后，掉下去性别都变了吗？哎，有可能啊，咱们视野格局要打开一些吧。关键他重生，他一点信息也不提供，你白重生了你啊！白重生了，就3个画面。哎，没准我出去我就想起来了。你出去吧，新的空间在哪？哦，又去我那儿了。新的空间不会还有另外一个字典吧？我们再去看看有没有别的吧，卡在这儿了，来。你放这儿吧，一会儿我们家宝贝，那拿着吧，那拿着门关上了，拿着你房卡，对，房卡拿着点。一回来，新，你们家有什么东西啊？你们家也有玉佩啊？哇塞，不会每个都有吧？这东西批发的？不是玉佩。这儿呀，这是什么东西？那写着全实木床垫。不是。啊，箱子。哦，有个箱子，那儿有个箱子。床底下啊。哎呦，这有个箱子。哎呀，哎呦，陶俑。哦，小兔子。他的手做得好好啊！呀，这是爸爸对不对？对。
是张哥吗？是张若昀吗？保佑我的小心肝一直快乐平安，这是爸爸给他留下的。其实这个爸爸是我的养父。哦，因为我从小芒国跟甲国就有战乱，然后我的亲生父母就不见了，我的爸爸把我收养了。然后呢，这个是我爸爸自己的那个小雕像嘛，他从小就喜欢带我捏这个。然后呢，这个代表他，我自己呢又捏了一个我自己的，就代表我们永远在一起。那大头是谁呀？爸爸，那大头是爸爸呀。爸爸的手艺确实是欠佳哦。因为他5岁的时候出去工作就不见了嘛，我就希望他有一天能回来找我。你5岁的时候吧？对，我5岁的时候。爸爸5岁就出去工作了。然后我为什么在那个地方也捏了一个这个动作？我就希望，万一我爸爸能看见的话，他能回来找我。其实你找我也不完完全全是为了让大家来这个地方，也是想通过我的流量，让养父有可能能看到这个善财陶俑。对，我就希望，爸爸万一能看见呢。然后这个是他送给我的护身符，他自己也有一个啊，就是走到哪儿他都不会摘下来。那个护身符的图案就是刚才那个手字。也是个玉佩吗？对，就是一模一样的那个，跟大刚才拿出来的是一模一样。嗨，这东西不稀罕，稀罕呀，简直！我以为就我们家有，他姓大吗？有可能就是同一个呀。然后呢？然后这么多年，不管就是我们生活再痛苦，他也不会把这个当出去，就是一直会挂在身上。所以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你爸这东西给你了吗？他没有给我。我以前跟他说，我说我长大之后带你出去挣大钱住大房子，然后我爸就跟我说，他说他不会离开这儿了，他就要守着这儿。后来失散是因为他就不见了，他出去山上挖一菜就再也没回来过。那刚才墓里边那2个人会不会啊？对吧？就说这俩中间有一个是爸是吧？我不知道呀，肯定有一个是你爹爹了。像不像你爸的衣服？刚才那里？不知道啊。你想想，25年前他离开家那天穿的是什么衣服？太小了，我5岁，我记不住。你爸有那种胶鞋吗？不知道。那时候基本都穿着胶鞋，但这张照片不一定是他爸走那天的照片。对。举手有问题那个就是棉质衬衣啊。哦。啊？那应该不是吧？哎，但是如果那个是你爸的话，你爸那个玉佩也没有在身上，被人拿走过了。哦，那就是你爸被人打了一下，然后拿进去开了门。但是如果盗墓的这个人，如果30年前就开过门的话，30年后，今天还想开它干什么呢？按理说里边没东西了呀。这个很奇怪啊。就是说，现在这些人被串起来了。你故事里有个玉佩，他有个玉佩，他有个玉佩。哦。那请问他现在那一块去哪儿了呢？他的那一块，还得到勋那儿再找。走吧。哎呦。这里啊，什么东西啊？姓名：薰衣奈，你姨奶。身高160，性格孤僻，雷点不能碰他的玉佩。姨奶会武术。我要像平时玩游戏一样和他处好关系，拿到遗产。这都是你姨奶的宝贝啊？是，在我姨奶家那儿呢。这2天跟姨奶相处，他没提到继承遗产相关的话题。进度0%。姨奶的心真难猜，摸不透，进不了。遗产何时能拿到？10%。陪姨奶的时候，
放了几首戏曲，他开心了一些，30%。给姨奶送了一件皮衣，姨奶很开心啊。这几天给姨奶讲了芒国的新闻，她听得很认真。姨奶很关心芒国的事情，以后和她多讲一些。姨奶的病越来越严重了，感觉她最近状态很差。我陪着她聊了一会儿，她好像开心了一些。走了。哎呦，治疗进度这次也要赢。你要赢什么？不是，他现在开始关心姨奶的身体了。对，因为有了相处下来，有了真的感情，所以他刚才那个赢的进度是抢遗产的进度，这次也要赢，就是希望能够跟病魔赛跑。就是说你回心转意了，可以啊，我人间有真情了。对啊。我们家之前是芒国的，然后因为打仗的时候逃到了胡国，但是我姨奶那个时候就没逃，留在了芒国待了几年。然后过了几年之后，突然间他去了胡国找了我们，他也从此也就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孩子，他一直也挺有钱，也不工作，然后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开始嗑瓜子儿了，我没看错吧？就从家里不给我钱，不能再啃老了之后，我就发现我姨奶呢有很多值钱的首饰，所以我就想得到她的遗产。所以我就开始精心的照顾她，然后我发现，但是后来跟她相处有了情感之后，她其实就给了我那个玉佩和那个羊皮卷。这个对，姨奶就是那个女的了，是2男1女在挖什么东西。对啊，对啊，对吧？肯定。然后我就开始找，他说那个意思好像是一定要守护好这儿，让你守护这儿。对，我们也是守护啊，就是要帮着看这个墓地嘛。有3个玉佩是吗？对呀，等于他有一个，等于我们家有一个。不是，我现在觉得不一定是3个，对，我觉得是2。就是你爸那个，对，可能让姨奶那个抢了。对，你爸被抢了。我觉得那里边不是俩人吗？还有一个去世的可能是我姨奶的伴侣。啊，一半。他就是，要不然他也不可能说，回到了胡国之后，这一辈子也没嫁，然后也没有孩子。然后他临要死的时候，特别惦记着这里，就是那个伴侣可能为了让他活着，就是自己死在里头了嘛。啊，那他为什么要牺牲自己呢？肯定就是遇到了什么大麻烦、大危险，就是让你奶奶先走了。那当年知道这个墓的有几个人？是2男1女吗？没有，还有我爷爷，是不是？爷爷说东南西北你就找，走哪儿你拜哪儿，好吗？因为我们家还在芒村的时候出过一位大人物，所以你的玉佩跟30年前那件事没有关系。我是觉得大的这个，30年前为了避开这个战火，我爷爷带着一家人，然后我们就转走了，等于他是他们家族的另外一支。那请问他现在那一块去哪儿了呢？他的那一块在凶手手里，凶手那儿呢？在真那儿吧，应该。他就是在真那儿，但是被凶手现在拿走了。对。哦。有没有可能是你这块呢？不是啊，我这块，我这山不转水转，又到了咱们这儿来了吗？那里面有一个可能是我爷爷，另外一个有可能是新的爸爸。万一你爷爷跟我姨奶是一对儿，啊？我爷爷不是应该跟我奶奶是一对儿吗？可能他生了你爸，然后让你爸。你们在说什么？就是他是在世的你爷爷。行吧，我真是，反正我到底是谁爷爷啊？那就是他，就是你爸呀。可能是你爸。不是他也有可能是他爷爷呀。Sorry， 再说一次。哎呀，没事，真是辛爸，我这次是辛爸。辛巴哈奔呐来了，他是在世的你爷爷。对，现在哎，这3波便宜了啊！现在你就是他爷爷了以后。这么乱吗？反正没事，我都行，反正稳了，肯定是爷爷。现在怎么感觉像一个民生调解类节目？谁是你爷爷？这个节目讲，咱们也说了，所以这个还是没拼起来，对不对？那咱先去你那儿看吧。这是河的空间，对吧？
切字。来，把这个可以打开的。哦，这有东西。有问必答侦探社，何耶耶文玩店，顶级文物单，青铜杨尊尊，都已上交了。叫《寻宝记》的本儿只有1和3，所以中间可能缺了一页。我就这个是你自己的，这是我自己家这个里的。是从他那儿找到的啊。这是我爷爷的文玩店里面丢失的东西。我爷爷这30年来人也不知道在哪，东西也丢了，可是居然在真的那个寻宝记里面，而且他已上交。可是这3样东西呢，现在在哪儿呢？在甲国展出呢。所以我就能够非常清晰地判断他是甲国来盗文物的贼。他把这些东西抢了之后，他都上交给了他们国家。所以他是你的杀爷仇人。不见得是死了，但是至少他知道30年你爷都没了，东西给他了，这还不死啊？你们没有见到尸体就没死，怎么就没可能呢？对呀，这不是有对，万一是他呢？杀爷之仇。哎，他出去不见，跟你爸出去不见了，是同一个时间，30年前。哦，那你是怎么拿到的这个呀？我是16号的时候看到他离开民宿，我就跑到他们家去了。所以你是可以随意进他的房间的。我没有随意，我提前学的开门的技巧啊，是这么回事儿。然后呢，结果就找到了这个。我17号尾随他嘛，所以大说跟丢了是有可能的，我也跟丢了。你也跟丢了？对，他非常的有反追踪的那种。对，泥鳅。那这个侦探社是什么意思？现在就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人到底什么来历，他是不是甲国人。然后呢，我就给有问必答侦探社发了真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因为是17号问的，现在还没有给我回信儿。那还是没穿上啊，现在还是缺东西，缺里头为什么打仗，然后缺为什么姨奶跑回胡国了。首先那个真的那边还没弄明白，真的密码没开，手机的密码。信号加密器，要密码。去破手机去。对。在哪里啊？它的那个发射器在这儿。哦，能打开吗？这有个密码，对不对？真的密码，真跟他有关系的哦，他那个证件，7777，7个7，只能输4个。那我现在先输4个试试啊？不对吧？不对，或者是有什么重要的日子，他会在日历上画出来。这里有吗？哎呦 ，sorry， 这里有东西。有吗？有一个。哦，他就说东边的歪脖子树，他把你派去了南边山涧小路。对，他在这个山上确定了7个地方要挖洞。我晚上10点半前往南边山涧小路去挖洞。他要这么去找的话，说明当年他不在这里。对，他不在。那这个跟这个密码有啥关系呢？不是，就是又发现了一个东西。他如果这一点跟数字有关都没有，你看我哪有什么？这个暖壶啊。什么东西啊？甲国反侦察训练营结业。他是间谍是吗？ 2个胸口有 J 的人，就是一个胸口有 J 的人推的我。当年推我的不是真，是这个人。对呀，对。 0401，哎，打开了，0401打开了。红寮，这是一个照片啊。看日子，看日子。 2月17，17号已经进去了。
我是潜伏在芒国的特务 J 小队最后一名成员。今天我在墓中找到了贾大，他已经牺牲了30年，就是姨奶夫。当年贾大潜伏在何爷爷的文玩店，在一批寄存的文物中发现了藏宝图，哄骗两人一起盗宝，没想到音讯全无。我只得听从贾大最后的指令，将何爷爷的藏品先行运回贾国，然后伺机行动。我在芒国隐姓埋名数十载，只为将远古宝藏带回贾国研究。如今大业将成，等待上级指示。做得好，等待倪凯旋。翟大是谁啊？贾大也是贾国的一个奸细，是长这样子的。当年推我的是贾大，然后贾大潜伏在何爷爷的文玩店，然后找到了线索之后，一起来这儿了。然后在要开门进去之前，他把我推了。他把推我的失忆了吗？所以3人组是何爷爷、贾大和你姨奶。然后那俩是属于被骗的，对吧？我姨奶跟贾大不是一伙的吗？他俩？对呀，不是情侣吗？他俩不是是没有情侣，是你刚才自己脑补出来的，没有证据。对，您姨奶奶目前没有任何感情线。那他最后惦记这儿干嘛？他让我来守护这儿干嘛？这里面也没宝物了。哦，他们给破了，就门口那个2月18号。该符号破译后，得知石壁后为远古宝藏藏匿地点，建议炸开石壁夺取宝藏，速战速决，以免夜长梦多。所以破译出来是啥意思呢？他就是破译完了之后，他就知道里面有宝藏，后面写的是有宝藏的意思。所以他早就破了，他没告诉我。没错。那他今天就是故意骗魏去另外一个地方。他可能是发现这儿有个地方，但是他没有玉佩，他今天拿着玉佩，是不是？啊，对。今天拿着玉佩开了这个门，然后看了这个东西，然后他说建议把它炸开。啊，对。恢复记忆了，但他身上有炸药，但他没炸成，就等于这幕还没开过，他必须要等12点才能炸嘛。奇数日的0点，邙山有火车过境，今天的0点就会有火车经过。但是他12点之前就被干掉。对。那如果说他今天才到这个门的话，他怎么能预知到他要用炸药？小型炸药爆炸范围2米。哦，他回来过，因为这个照片显示的是9点多嘛，他在10点10分发的，所以他9点45在那儿拍完之后，他回来，他要在这儿才能发，不然在那边会被破译。他跟贾国联络的一种方式。对，应该是。等于他的这些信号，哪怕被捕获了，别人也读不懂。他在这儿发了，然后拿了炸药进去了。对。哦，这就对了。然后他进去以后，已经有一个人在里面等他了。已经有一个人进去了，他才能在那个钻洞的时候被人捅死。那所以你是谁呢？何爷爷。你怎么确定你是何爷爷？我就是想当爷，不行我当你爷也行，你叫我是姨奶不？那你爹呢？我不知道呀。你到底是？你是谁呢？我的脑子好像，我的脑子长出了芽。怎么了？啊？怎么了？怎么了你的？他好像我的脑子长出了芽。我帮你挠挠，回来了。一切都回来了。没错，我就是张阿鹏。张阿鹏？谁？世代守护国宝的张氏家族。哎，不是大家族吧？家族就是你家呀？他好像疯了，好像。你家的。哦，爸爸。然后我收养了一个小女孩。这个爸爸是我的养父，他5岁的时候出去工作就不见了嘛。他说他不会离开这儿了，他就要守着这儿。30年前我在湖边醒了之后，我发现我什么都不记得。相传在雪夜之夜，坠入重湖死亡之人，湖神将赐予此人一次重生的机会，身体修复，但容貌改变；青春永驻，但记忆缺失。You are my father。我还让你赚钱扫码合影，对不起，我觉得大逆不道。真是辛巴，我这次是辛巴。爸爸，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过得好苦啊！那你爷哪去了？等他们演完。爸爸，你还记得这个吗？我记得，我想起来了。还我一个爷爷。
我刚叫你还我一个。爸爸他的爷爷哪儿去了？好感人啊！我这就把头上剃秃。爸爸，你看到门口的那个雕像了吗？你看到他的时候有想起来什么吗？没有。他那个时候还没长脑子，还没有长出来。哎，等一下，那当时是大和你们俩守护，是不是？这是30年前我们王国发生战争的时候，我和我一族的大张哥。大张哥为了躲避战乱啊，去往了沿海地区，只有我一人在这儿继续守护国宝啊。大张哥真不负责任，怎么不战乱？一家子人呢，对家里人比较负责。我们有2块玉佩，一块在我的手里，一块在大张哥的手里。哦，守护的不是家族墓地啊，是古老的文明。那门口的字的意义叫做“王之守者，守其华夏，感爷后殊贤者”，就这个是祖先留下的宝藏，等待后来人来收获。然后年末，村里来了3个挖虫草的人，2男1女，我成了他们的向导，但我一直提防着他们，怕他们别有企图。他们每次进山挖虫草，我都会跟着。后来在一个雪月之夜，胸前纹着 J 的男人诱骗我去了山里，他说另外2个人遇险了，然后抢走了我的玉佩，把我推下了雪。哦，那屋里死那俩是谁啊？为什么有2具尸体啊？贾大跟何爷呀，贾大也死在里面了呀。贾大对，贾大怎么死的？贾大跟何爷爷同归于尽了。他俩为啥同归于尽啊？因为何爷爷是想守护文物的呀，他是被贾大给骗了嘛，贾大是个间谍呀。他说哄骗呀。你姨奶跟爷爷都是被骗的。那个玉佩现在等于是被真从你这偷走了，他打开了那个门。那他是第1天17号的时候，找到了那个洞，对，但是他没有玉佩，对，他发现那个地方有一个刷门禁的地方，对，他第2天骗你去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他那天晚上就拿着你的玉佩进，我的玉佩，结果他刷完玉佩拍完照之后，他发现那个门还得需要炸药啊，然后他又回来发完信息拿了炸药过去，结果就被人提前发现了那个山洞钻进去了啊，在那提前钻进去之后呢，听到响动。他手上没有兵器，他就是随便找了一个骨头，躲在那个门口，然后那个针刚一进来，探着头脖子的时候就咵插在这儿，把他插晕了。那你们说躺在那儿那个胸口有穿透伤的是我爷爷还是贾大呀？这个不用啊，这个很重要，还得认祖归宗是吧？咱想想，我给你想想啊。你们刚才在那扒了半天，这一个是这样的啊，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是有一个伤，对，哦，对吧？这样看爷爷高大威猛一点，那就是这个。不是，我不是说你俩，我不是说你俩，我不是，是刚才这个动作。我觉得靠近洞口那个，不让那人出去，是不是？对。哦，因为他得掩护你姨奶跑，对吧？因为贾大把玉佩偷了，然后这俩人反应过来了，冲上去跟他搏斗，搏斗中抢到了贾大手里的玉佩，不让他开那个门，然后交给那个姨奶说你快走，然后他得爷爷在那儿拖时间啊。这是被捅那个是爷爷嘛？对，快过这姨奶快跑，然后这边是爷我要抢他。对。哎，但是他捅了的话，凶器又是谁带走的呢？因为姨奶拿了玉佩，肯定不会再回头了，对吧？他得让爷爷的牺牲有意义。那他2个人如果说同归于尽了，对吧？那这儿有一个凶器，这儿有一个凶器，2个人保持着最后搏斗的姿势死在那儿了。那贾大当年手里那把刀呢？那2个凶器，姨奶不可能把那2个凶器收走了吧？对啊，没有凶器，被真拿走了吧？真拿那凶器干嘛呢？关键是。荀先生，你的姨奶已经苏醒，还有一封信要交给你。哎，又有新的信息了，还有故事。我的妈呀，你姨奶苏醒了。
小勋，听闻你已去到芒国，在此我想告诉你一件往事。当年我跟家人分开后，留在芒国以偷盗为生。哇塞，你那够酷的 ！M16， 你160盗歹，我和爷爷和贾大一同前往。释怀的事情。再后来，我逃至胡国，奔赴你的母亲，也再未见过阿鹏。若此次你能找到墓室，将其保护起来，也算了却了我一桩心事。最后，我想告诉你，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开心，你要照顾好自己。薰衣奈。那所以就全都对上了，那个凶器不在也合理了。哦，因为是姨奶捅的，差点弄反了。地上那个抓着的是我爷爷，身上有伤的那个是贾大。哦，然后凶器是爷爷的骨头，痛快。为什么是爷爷的骨头？是因为爷爷的手被贾大给踩断了，所以那个骨头是断的，它就有个尖角，就刚好用来杀。你说的这么痛快，就好像是你干的呀。现在开始推凶吧，好不好？我们坐起来讨论吧。动机、时间线，对。我刚看这个照片，我发现了一个细节，咱们刚才好像有点忽略了，就是这个贾大呀，他的身上有一个这个护身符啊。对对对，这个老胡啊，什么东西啊？真和贾大的合影，真拿到护身符才确认这个尸体是贾大的尸体。好，那我们来还原一下凶手作案的过程。真17号找到了这个墓的位置，对，他在11点进到这个墓穴里面，然后他经过观察以后，他在贾大的身上发现了这个护身符，他确定了贾大的身份，并且他确定了这个墓穴里面还有一道门，是需要通过墓室需要玉佩才能进去的，但是他那天没有玉佩，他知道君的身上有这个玉佩，所以他拍了照片回去，在11点30分的时候，连着那个加密器给他的这个贾国发了信息，他决定明天开始实施他的下一步计划。然后第二天，他拿了勋的玉佩，然后他并且告诉勋，你去另外一个地方去挖，把你支开了。他晚上9点上山，9点上山被大看到了，且大也尾随他，跟踪他是吧？对，然后跟丢了嘛，他不进洞了嘛，就这意思。真用玉佩刷开第一个门之后，他发现里面还有一扇石门，然后他只能先拍照给他的上级汇报。那个墓差不多在半山腰，所以如果从墓到酒店的话，差不多是15分钟。真在洞里面往他家走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去找真，因为他要花15分钟的路程。大敲门，10点整的时候敲门，敲了个空，对吧？然后他说 ，OK， 可以开干。真拿了炸药上山。我觉得大概率第一次他进去刷那个玉佩的时候，凶手就已经尾随他找到了这个洞穴。
在他出去往回家发这个信息拿炸药的时候，凶手就已经进到这个洞穴里面了。那凶手怎么知道他还会回来呢？有一个问题，真的，就是如果说更早凶手就进去了，就想好要在里边埋伏人的这个计划，八成不会用那个当凶器啊。是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吗？不是他没有，凶手可能只是想进去吧，他的目的不是进去杀他。对，他只是想进去看看墓里有什么。对，但是等到他进去看完大概的情况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就是可以辨别自己认识的人在这个墓里的一些讯息之后，那这个凶手就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杀机实际上诞生的非常晚，他都是误打误撞进了那个洞里边之后，发现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甭管他理解的对不对，但是按他的理解，他想杀真。他如果在那埋伏的话，他其实不是埋伏真，他在那儿也有可能是不是对这个墓感兴趣，或者他是不是对消失的人有兴趣。他在判断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产生了杀机，而这时候真刚好又回来了，于是他就就地取材，用一根断了的骨头扎进了真的动脉。而且呢，杀人的位置是在真刚刚探头，就是大门口，所以大门口的墙上有大量的血迹。然后他利用所谓的12点会有火车经过石头掉落的这个事情，他把它从半山腰推到了这个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位置。然后呢，他还用石头给他弄得稍微掩盖这个伤口，掩盖成这个人被石头砸死的这种可能性。但是他没有想到里面会断一小节骨头。大概就是这样。不是，现在咱们或者谁进过洞，对吧？如果他见到那个里面2个尸体在那儿，他会认为他是谁？他最开始拿走了那个贾大的护身符嘛，对吧？然后贾大的护身符是真的，是真拿走的，对。这个护身符跟那个刚才那什么那个新的一样，我爸给我的呀。真的，我的点在于说，30年前我作为一个向导，我有制作这个护身符的习惯。我跟他们这个小队处得很好，是姨奶的那个回忆里边说的，对吧？没有提到我跟贾有特别的私交啊。我要给他们这个团队做护身符，应该是每个人一个的。你的意思就是爷爷身上也有一个？爷爷身上也应该有一个。爷爷身上也有一个，这样是合理的。我们进去的时候没有护身符。我是觉得走的时候，凶手拿走了2样东西，一个是玉佩，还有一个是爷爷的护身符。咱再进去看一下吧，好吧？你看，如果是假的话，这儿就很明显的一个护身符的印记嘛。对呀。这儿有，对吧？我就这儿少了一个护身符，有，肯定少了一个护身符。和的衣服上也有一个，说明这个章就给每个人都有护身符啊。不是，那他这护身符，他那除非里头有物证是吧？对呀。大概率就是个照片，对吧？这儿就少了一个，所以凶手他带走了一个玉佩，带走了一个护身符，他得满足这个。哎，有没有可能真他拿回他房间里，然后被凶手进他房间里看到？如果他在真的房间看到了护身符，他在外面，他就会带凶器进来。对。不，他在那儿没有产生杀机，不知道真在这儿啊，他在这儿才产生杀机的。他在那儿只是看到了护身符，他进来之后，他看见这有2个摆护身符的地方。且他知道这2个人是谁，他在这里才产生了杀机。那问题来了，如果2个护身符在真的房间里边，现在只留下了假的一个，那就说明凶手在那个时候就选择了一个更重要的护身符揣在。就那个跟他有关系，跟他死去的亲人有关系。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这里边有2个人啊。不，有可能是凶手把他收走了吗？凶手去了真的房间，发现了一个亲人的护身符和一个假的护身符。对，他只收走了亲人的那个，没有管假的那个。他不知道，他那会儿没有杀机，他为什么进洞呢？他就尾随着真过来呗，真走了，然后真走了，他进来，然后他进来发现他本来没有打算杀真嘛，他发现哦这俩人，
就只有谁有可能，也有可能，有可能。那谁跟何爷爷有关系啊？谁认识何爷爷？你姨奶，我姨奶的 CP 是阿鹏。那何爷是一个没 CP 的人物，就像我说，如果他打开当年的探险队，一个很可能是我们几个一块儿的合影，3个人一块儿，或者是我跟何爷爷的一个合影，那你俩谁看了都有可能。对，你可能认为这个是张阿鹏啊，也有可能，对吧？对，也有可能啊。走，先出吧。证明了咱们这案件更复杂了。现在大家又倾向于说是尾随的，我不觉得是尾随的，我觉得跟不住。误打误撞发现了之后，又进来一人给他扎死了吗？不就不是？我觉得不是误打误撞，他就是知道，他这人就是知道这个洞。我现在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尾随也好，偶尔路过也好，像我通过古尸去找到这个洞的都可能。现在关键符合凶手画像的，首先第一点，他要进到洞看到2具白骨，他要临时产生杀机，且他要对这个玉佩护身符感兴趣。凶手拿走了爷爷身上护身符，还拿走了真身上的玉佩。第3点，他有要待在这个洞里的理由，就是他要留在这个洞里，要么就是因为这个洞是祖坟，要么是有宝物，要么他要研究这2具尸体是不是跟我有关，且他最后还悟出来了，还要产生杀机，就是我要杀掉真。对，要符合这样一些，有可能是个多人照片，有可能是多人照片，所以混淆。比如说爷爷把他最好的2个朋友，你姨奶和阿鹏，就是辛爸的照片放在那里面，那这个可能会让欣欣产生怀疑。对，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护身符的袋子是欣欣最熟悉的，因为他有一个是他爸爸做给他的。对，因为我不知道你没见过护身符，对。也有可能是我的照片，那我就确认这是我爷爷，或者是他们仨的照片，或者是他们仨的照片，对。如果是因为看到这个护身符起了这个杀机的话，所以从这个点上我们俩是一样的，是的，对不对？我就说我们俩是一样的。但你姨奶应该也有这护身符吧？没有护身符，按理来说应该有。而且侦探，我想说一句啊，我确实是有债务在身上的啊，我不可能说债务没解决，我又搭上一个人命。不是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就是比起杀父仇人来说，这债务什么可能在一瞬间已经对，因为咱们现在已经推理出来那是何爷爷了，那他身上那个护身符就是只是有一种可能，他是一个几人大合影，然后导致让欣误解那是张阿鹏嘛。对，那如果是一个几人大合影的话，那这个杀机是不是就会相对弱？因为咱们是一假设嘛。对，假设他是一团队合影，这里边有我爸和我就肯定那是我爸，这还是不太一样的吧？对。不要忘记，这个护身符是张阿鹏给爷爷的。朋友们，如果他是祝福爷爷一句什么什么话，但是他的字迹跟写给女儿的是一样的，女儿会不会误会那是爸爸？啊，对。哦，你的意思就是里面可能不一定是照片，有可能是一些祝福什么的。那你的护身符里面是啥来着？我爸给我写的字儿吗？爸爸写的字儿。爸爸写给他的字儿啊。那这样你的杀机又没有了。我是因为不是我呀，你怎么能通过一句话，你摘太干净了，突然间感觉只剩一个人了。如果我通过这张照片觉得那个是我爷爷，首先第一点我不知道这个护身符哪来的啊，第二点这个护身符是他送给我爷爷的，他哪来我的照片？那不对呀，那是按这个逻辑是我爸送给别人的一句话，那挂在别人身上，那就不是我爸呀。还有一点，玉佩现在在哪里？为什么他还要把真的玉佩拿走？说明这个玉佩跟他有关系。啊，其实这个玉佩只有咱俩吧？对啊，只有咱们2个有。对啊，见过玉佩，你知道玉佩这个事儿。对啊，欣有玉佩。对，我养父有。因为这个玉佩就是他父亲的。那所以张的玉佩呢？他玉佩不是被偷了吗？我觉得不可能是他，他唯一的杀机只有可能是羊，就是他把他的羊给害死了。
那何也不需要拿玉佩。我首先第一点我不需要拿玉佩，第二点我看到玉佩，跟我爷爷的去向没有关系。我是16号的时候看到他离开民宿，我撬了锁进了他们家门，找到那个寻宝记里面的第2页，看到他在说有一些文物他已经上交了，是我爷爷的文玩店里面丢失的东西，而这些文物现在在甲国展出，所以我在想这个针和我爷爷是有关系的。为了弄清楚，17号我尾随他，结果跟丢了。我没有办法，只好求助了有求必应侦探社，希望他们能够查出针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且30年前我爷爷走丢的时候他在做什么。然后侦探社并没有及时给您回复。对。我觉得你相对来说好的一点就是你对于那个玉佩没有那么大的关联性，就是心是满足，我一定要带护身符，玉佩我也要带走，这都在他的视角里边，这都是张家鹏的东西。而且还有一点，不要忘记，这是非常激情的一次杀人，他没有准备凶器，他的杀气产生的非常突然，他就手拿了一个东西，甚至有可能是亲人的骨头。我并不觉得是跟踪能跟踪上的，我还是觉得会有其他的一种方式吧。甲国反侦查训练营结业，17号我尾随他，结果跟丢了。上山被大看到了，跟丢了吗？如果是勋进过真的屋的话，看到他那个排除法，他标星的那个东西，标了7个地点嘛。今天他去挖了一个失败地点，然后剩一个地点被标了星啊。他不用去看过那个，因为那7个地点他们都知道，只是他被安排去了南边。他如果南边没有挖开，他就有可能会去到这边。不是，其实我在我的视角里，我是相信他的。你不是后来中间质疑他了吗？后来你又中间质疑他，但是因为他这个你们俩吵架是什么时候？我们俩吵架是16号挖完，16号挖完，因为没挖出来。那天晚上我是不相信他，跟他吵架了。我说20号如果不交货，咱们这个报酬就拉倒了。然后晚上我说那怎么想办法得测一测他这个到底是不是在这，别人跟我闹着玩呢。然后我17号凌晨我就给他发了这个邮件，给他发了邮件之后，他告诉我确实就在这盲村，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做的是对的，而且就7个地方。一开始我是不信任他，现在变成信任他了，所以我没有杀人动机。勋是几点到几点一直在挖？据你的口述，10点半到3点。唯一有可能他产生杀机是，他如果南边没有挖开，他就有可能会去到这边。他发现了需要玉佩，而他的玉佩他发现不在他身上。那就是说，凶手进入洞穴的时候，并没有看到玉佩，没有看到玉佩。也可能还不知道用那个玉佩能打开什么门。勋可能会知道，大可能会知道，因为这个玉佩是他们俩的信息。如果我之前是知道这件事的话，我也不可能我10点钟还去看他，12点看到没有人，我再去跟踪的时候。如果我是第2次跟踪他的话，我就知道，如果我有这个玄机，我要拿个东西去杀他嘛。对，因为凶手能进洞的时间其实就那么点儿，对吧？就是真回来的那点时间，真是21点45回来的出洞的，然后一直到他再进洞22点55。对，他是10点55到11点半嘛，对吧？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死的。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也不太可能。他进去会因为什么产生杀机呢？对，因为他要守护这个东西啊，针马上要炸了，他知道他不能让它炸这个地方嘛。他就是家族使命了。那他就是尾随到这儿9点45的时候看见真出洞了，因为他知道真出洞的时间，所以他可以撒这个谎。他说他22点敲门没人答应，因为他知道这个时间真赶不回去。不是，那请问他把护身符拿走干啥？对，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护身符这事儿啊。因为咱们现在不是说其实有很多的元素嘛，咱们要每个元素都占着那个人，更倾向于是凶手。
大呢有一种可能性，他根本没有注意过护身符，2个护身符都被真拿走了，他只是因为真要炸祖坟。哎，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凶手，反正他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完成了这个作案之后啊，他应该觉得说把这个尸体撂在那洞里是不安全的，因为其实那个洞是挺秘密的一个事儿。就是他如果在凶手的视角里边觉得没有人会知道这个洞的话，他干嘛不把真就撂里边了，把洞口一封啊？洞门封上，对吧？那个点还挺秘密的，里边死个人谁知道？对呀，凶手缺心眼儿。那就是这个人知道会有人来这个洞啊。有没有一种这个思路呢？凶手不把针留在这个洞里，他不能让这个洞被人发现，对他守护。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勋也排不了哎，因为他也要守这个地方啊。我跟这手没有关系，我是奔宝物来的。勋的话，那他也得去找他的玉佩呀，对吧？勋的点就在于，可能他早就发现玉佩被那个谁拿走了。他是奔着宝物来的，然后他觉得真诓了他，没有给他指明正确的这个地儿，然后他畸形，俩人就相当于俩贼，为了分赃不均，撕巴起来了。对呀。咱从几个角度来盘，动机上来说，辛和大基本上是相等的，但是那是出于家族的守护这个。然后从玉佩这一块，大勋辛是跟玉佩的关联很强，是，和稍微要弱一点。从护身符这个角度来说，把护身符带走，和跟辛是相等的。大好像跟他没关系，但是别忘了，如果是大做的，那护身符有没有可能是真带走？对。咱们多少个元素，然后就是哪个更贴合，是不是？现在不，辛是最多那个贴合的。我还是觉得能知道这个地点，然后呢，这个人比较知道其他的人可能会回来，这2点在我心里是有一个评判标准。就是他得用其他的方法知道这个位置。知道这个位置的话，要么就是看到那首诗，要么就是看着我的图。投吧，涛，你可以的，他，加油，加油，涛。刚才有2个思路分析的，一个是凶手通过护身符认出了白骨，或者说判断出了白骨的身份之后，对这个死者有了杀机。还有一个思路是凶手发现了这个墓，但是他因为要保护这个墓室不被外人闯入或者破坏，这时候死者真突然进来的话，他可能就会临时有这个杀机。第一条线的问题就在于临时认出了白骨的身份的情况下，需要凶手去识别一下到底造成自己亲人死亡的是不是真，而不是在一个人进来之后就立马对他痛下杀手。所以我更倾向于可能是第2个思路，那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墓室。大和勋之间，首先我觉得能把大生意排除掉，因为他的时间比较满，所以我觉得他要撒这个谎其实风险蛮大的。张也可以排掉，因为他的觉醒比较晚。勋，我是觉得他如果已经打算要找真的麻烦的话，他不可能手无寸铁的来，他肯定手上得带着点工具来的，所以我觉得勋也不是，那就是辛和和。辛和和他之前一定是进过真的房间，知道了真和假的关系，然后他知道杀他亲人的这个凶手跟真是有关系的，所以他必须得为自己的亲人报仇。
所以他才会激情杀人嘛。保险起见嘛，4人1票，肯定跑不了。目前是辛比和多一个玉佩跟他很有关系，和以前是跟这个玉佩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其实玉佩呢，他之前又在勋里边看见过，而且他那个信里头有一半他应该是认出来过。对，啊，现在只有合眼、晶晶和金杆儿，因为他要具备2个条件，又拿玉佩又拿护身符，然后在进洞之前要确认身份，才会对真有杀机。那现在我只能2选1了。哎呀，胡导吧。首先，我觉得我不太可能的原因是我没有办法通过一个护身符就来判断到底死的是谁，或者说是这个凶手就一定是真。那么我是觉得，我爷爷的这个护身符里面，就算是有谁谁谁的合影，也不可能会有他爷爷或者是跟他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护身符他是不会拿走的，不可能是张。所以。刚刚大家比较集中在我跟何的原因是我们2个的出发点是一样的。那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2个人的动机非常之相似，那是不是就是一样可以同时排除啊？难道我要投勋？不管了，这样投吧。我还是相信。和跟我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吧，尽管他今天也疑点多多。好的，就这样。我始终不太接受说这个真能同时带走2个护身符。第一，没有发现另一个护身符在真的房间里边；第二，我觉得真没有必要带走2个护身符，就是另一个护身符还是在现场。死者是何爷爷，他身上出现的信息量，只是有可能出现张阿鹏，但这个可能性。是我们强加起来，为了给大家放在同一平台推理的。在我心中，可能最关键的一个维度是必须要满足玉佩跟护身符，对他来说都很重要。这一点其实辛跟何硬要说的话都很难满足这一条件。所以从要满足带走护身符跟带走玉佩2个维度，我投给。来吧，请宣布。互联网普法综艺《大侦探时光机》第3案中，谁是杀害真专家的真凶呢？首先公布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这样吗？我肯定不可能有我，你第一回不会投我吧？那可说不准。那行了，明白了，往后站着吧，吞。获得0票的玩家是张咩咩。大生意。还真是，你不可能您那么糊涂。获得1票的玩家是荷叶晶晶。是第1票吗？是第1票吗？荷叶晶晶。剩下的票数集中在熏头宝和心肝之间。我熏可以啊，投到我了。演技大考验，演技大考验。心投给了熏头宝，熏投给了利欲熏心。心肝。侦探的第2票投给了心肝。我的心肝儿。助理投给
勋是知道这个地点的，所以他有可能发现，然后他找到了之后就要保护这个地方。这个时候突然进来了一个人，他就临时痛下杀手，就晕了。心头宝，各中一箭。我厉害，应该跟着你走。哇塞！然后就是咱们仨投给谁了，对不对？就咱们仨。大生意投给我还是投给辛巴好嘞，因为他确实各个因素更多一点点。好，投给辛了。心肝3比2，合眼晶晶投给勋可能在挖南边这个墓一直挖不到的情况下，就产生了怀疑。当他来到另外一个所在，发现了这个墓穴之后，他可以在这个墓穴里面发现，真到底对他隐瞒了什么。而这里面呢，除了有这个玉佩，还有我爷爷身上的护身符里面的照片，觉得同时满足了玉佩和护身符这个条件的是勋，所以我今天投给勋。勋头宝，好，你呢3平就看着，我这压力好大，最后坐在他们俩身边，然后最后一个是我干的。你玩的好啊！你玩的好啊！张咩咩投给我们已经推理了当年的这4人探险队，每个人都收到过张阿鹏给他们制作的护身符。那勋已经跟他的姨奶进到藏宝图、玉佩这些都给他了，没道理他唯独没有注意过姨奶身上有一个这么重要的故人的护身符。那我突然就觉得说，勋头宝其实向我们隐藏了一个关键的真相，就是他其实知道姨奶的这个护身符的所有事儿，所以从要满足带走护身符跟带走玉佩2个别斗，我投给勋头宝。勋头宝4票，请进铁笼。哥，一个被推没了的人又被怎么不是都说不投我吗？这个结果我是一点也没有想到啊！可是你为什么会就是把他杀了呢？不是我，是你，肯定是你。哎，不一定哎，真的有可能是你。不会是大吧？星星可以呀、何老师可以，互相在鼓励什么？到底是谁呀、勋头宝究竟是不是本案的凶手呢？不是我，我宣布，本案检举。没错，我就是本案的凶手。成功！哇，厉害呀！哇，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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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呀！厉害呀！是不是在护身符上说谎了？对，你早就知道姨奶跟你讲过的这个护身符的故事。对，我是发现我玉佩不见了，嗯，我就发现是他偷的嘛，然后我就在那屋里看见了他锁定了这个洞，所以我就知道，啊，原来他一直是在骗我，他又想骗我钱，他又想骗这个宝藏。我知道他来这儿了，然后我就在他后面进来了。进来之后，我在那儿发现了3个人的合照。贾大，我爸，我爷爷，你姨奶，他们是一个 team 嘛，对。然后我就知道我奶奶守护的原来是这个人，哦，是合照是吧？是合照。
不是祝福的纸条是吧？祝福的纸条，这个真的是把我放进了这个思维框架里，然后就出不去了。但祝福的纸条，你别说，说的挺合理。然后为什么要把它就是推下来？是制造一个那个落石砸下来，守护这个墓不会被发现了。哦，你的关键性线索是什么呀？关键线索就是护身符和玉佩都在床垫子下面呢。啊？你的床垫子下面抠了个洞。你不是睡了个炕吗？炕上不有个小垫子吗？那小垫子抠了个洞，放那里了。好，那有请我们阿外送上徽章。累了充充电，来评外星人。阿外，有请阿外送上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好厉害哦！我来给你们发。没有，都没有。谢谢。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累了充充电，来评外星人，谢谢外星人电解质水。动感地带芒果卡提醒各位侦探，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有惊喜。走吧，我们好好思考一下，沉淀，好吧？反省，杀人是不对的。给姨奶带好啊！给姨奶带好。姨奶，我回去也看不见我了。你倒是找回你爸爸了，我爷爷没了，我爷爷没了，这都能投对啊！大白吧，真相！欢迎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我是主持人小齐齐思君。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有我们的老朋友郭慧法官，各位观众好；沈一斐教授，大家好。以及初次来到合议庭的钟彦军法官，欢迎各位。大家好，小齐好，沈教授好。本期合议庭我们将会关注盗墓犯罪、文物保护、遗产继承等话题，在探索案件真相的同时，以案析法，与法同行。合议庭第3案现在开庭。通过本期的正片，我们了解到了神秘的盲村村落最近是突然热闹起来了。伪造成地质勘测员的间谍真专家，以勘察之名，在山上悄悄寻找墓室，企图盗取亡国的神秘宝物，最终被熏头宝杀死在墓室之中。除了杀人之外，熏呢还将真的尸体呢推下了山，伪造成被山石滚落砸死的意外。这一系列的行为，我们该如何定罪呢？熏头宝他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之后呢，熏头宝将真专家的尸体抛下山崖，使用乱石砸击，他的行为可能还构成侮辱尸体罪。但是鉴于他此前的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侮辱尸体的行为被故意杀人行为所吸收，不再予以单独的定罪处罚了。明白。那么再次看到故事当中的这个熏头宝，一开始呢，为了继承遗产去照顾自己的姨奶，但是经过朝夕相处呢，慢慢打破了两人之间亲情的隔阂。所以要问一下两位法官，在这种情况下，熏继承到遗产的可能性大概有多大？民法典规定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继承顺序，第一顺序是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在这个剧情里，熏头宝的父亲他是在世的，如果熏以奈他没有订立遗嘱的话，按照民法典的继承关系，熏头宝是没有办法继承熏以奈的遗产的。同时呢，民法典还规定了酌定分得遗产的可能，就是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得适当的遗产。熏头宝尽心尽力地照顾他的姨奶，所以他也存在着分得适当遗产的可能性。有一个网上炒得很热的继承纠纷的一个案子，就是上海的一位老人长期受到水果摊主的照顾照料，这位水果摊主他没有法定的赡养义务，但是人家还实际上是尽到了这么一个赡养的一个行为。所以说这个老人在去世前就立下遗嘱，将自己居住的那所房屋遗赠给这位水果摊主。后面他的子女产生了一些纠纷，最后法院判决这位水果摊主享受这位老人的房产的继承。很多人在想象这个遗产分配的时候，其实考虑的角度蛮多元的。
人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多的考虑的，其实是你对这个人的照顾的这个付出。还有一部分人他会认为说，遗产应该照顾那个比较弱的。那是不是法律在判决的时候，这些方面也都会作为一个考量的因素呢？这些情况在真实案例中都有发生啊。民法典关于遗产继承有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在法定继承的时候，当然是按照法定继承顺位。如果出现了处于第2顺位继承人，由于他身体的原因，或者由于年龄的原因，甚至是由于职业的原因，需要对他进行一个特殊的照顾，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也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在遗产分配的时候对他进行适当的倾斜照顾。这几年互联网发展的很快，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数字遗产出来。比如说一个人他可能有一个非常值钱的账号，在游戏里面跟另外一个人结婚，打下了一把屠龙刀，但是呢他突然过世了，现实中的妻子就继承了这个屠龙刀，结果网络里那个妻子呢就出来觉得这个刀是我跟他2个人打的。所以像这样的数字遗产，它应该归属于谁？咱们国家对于虚拟财产民法典中实际上是有相关的，可以说是比较完备的这么一个立法的规范规定予以保护。屠龙刀的这个案子，首先从法定继承的角度来讲，它是没有法定继承权的。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位网上的妻子呢，她在和这位已经去世的这位男士，他们在打游戏刷装备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共同投入了劳动。那么我们法院呢，在分配的时候啊，一定会酌情考虑到这位网上的加引号的这位妻子的合法权益啊。未来设立遗嘱的时候，其实你都要对这些数字遗产明确的交代清楚，不然的话遗留下来的确就可能会存在一些争议或者是一些烦恼。这次剧情当中很多内容都是围绕着盗墓这个话题而展开的，其实也是第一次聊到这个话题。无论是30年前的间谍贾大、徐一奈、何爷爷，还是今天的真专家，他们的盗墓行为在法律上应该如何进行认定？他们的行为首先呢，都触犯了盗掘古墓葬罪。我们刑法中呢第328条规定了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一般呢处3到10年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是情节严重的呢，就可能处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如果情节较轻，就是刚实施这样行为，可能还没有造成相应的破坏啊，没有造成严重文物流失的损毁的后果，那么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其实对于盗掘古墓这样的行为，感觉离我们的生活很远，绝大多数都是出现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所以真正的这种盗掘古墓的犯罪行为会有怎样的特点？其实呢，盗掘古墓类犯罪在破坏文物这类犯罪里头占比还是不小的。尤其是它这类犯罪呢，破坏性比较强，然后社会危害性很大，所以我们一直是予以严厉打击的。根据我们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呢，只要是它破坏了古墓葬的文化层，对古墓葬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造成了损害的，即便它没有道德文物，我们也是应当认定为犯罪既遂的。所以对这类犯罪呢，不仅要求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可以对他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他对损害予以修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说他积极赔偿的话，那可能在量刑时可以酌情予以从宽处罚。近几年盗墓题材的各种图书啊、小说呀，包括影视作品呀，大火大卖，就是因为这个题材都是存在惊险刺激，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是助长了盗墓、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一种不良的一个风气。从历史文化保护的角度来讲，私自挖掘，它对这个文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的破坏，往往是不可逆的。因为在盗墓分子眼里，对符号的一些文物啊，可能就弃之敝履了。但是在文物考古工作者的眼里，这些东西是无价之宝。没错。大部分人其实也不能判断我挖出来的东西到底是文物，还是说是家族的财产，能不能归属于这个家庭所有，还是说也要上交。
在挖掘的过程中发现疑似文物，你自己并不能确定，这个情况下你就应该立即停止挖掘了，就要及时的向当地的文物行政部门予以报告，由这个专业的文物行政部门他出具专业意见，然后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工作。但如果我就是觉得就是我爷爷埋了一个罐子的银大洋，其他也没啥别的东西了，显然不是墓葬，就是我爷爷的爷爷应该是留下来的。那这种情况下，能不能作为遗产来继承？如果是有非常明确的传承信息，不管是文字的，或者说我居住的场所，能够明确的证明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我的爷爷或者说亲属留下来留给子孙后代的，同时呢，排除文物的可能性。专业的事情要有专业人士来判断。上交啊，不仅是公民的法律义务，实际上也是对我们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贡献。对于主动上交文物的这么个人啊或者组织，那么国家呢也会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如果你发现文物拒不上交呢，县级以上的政府的文物的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呢追缴文物，给予警告。如果情节严重的呢，是对个人处5000到5万的罚款。有可能往往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对这个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表层造成了一些破坏。如果再继续私自挖掘的话呢，即便你最后上交这个我们所拾得的这些文物，那么可能也要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先去做个确认，这样子其实如果真的是你的，还是最后是你的，拿的就比较安心。对于现在文物保护而言，除了盗墓行为，走私也是现在文物保护的一个劲敌。在案件当中所常见到的走私行为都会有哪几种形式呢？目前走私行为常见有几种啊，逃避海关的监管，然后采取携带呀、运输、邮寄等方式，将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走私出境。情节较轻的，可能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在我们这次的故事里面也看到了辛为了给自己所在的这个民宿吸引客流，自己伪造了一个善财陶俑，又联合和呢将其认定为文物。像这种伪造文物并且虚假鉴定的行为，在法律上有没有怎样的判定方式？单纯的伪造行为并不为法律所禁止。伪造的文物，我们相较于真品来说，称它为赝品。很多时候，赝品是作为一般的工艺品或商品在市场上流通的，也没有什么社会危害。但是如果利用伪造的文物实施其他行为的，就可能涉嫌构成犯罪。比如说，故意伪造文物、以假乱真、骗取他人数额较大财物的，可能构成诈骗罪。还有故意伪造了文物，偷偷换取他人真的文物的，那么就构成盗窃罪。还有就是文物鉴定，有的是以机构的形式，有的是以个人的形式在做各种文物鉴定，大家永远会抱着一个好奇心去看如何去辨别这些行为呢？将赝品说成真迹的行为本身是不触犯法律的。如果双方串通，故意认假为真，这有可能构成诈骗。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认真为假，然后呢再通过低价的手段，那么去把它买过来。实际上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一种诈骗。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文物的这个鉴定里面，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对于伪文物这么的生气啊？也许就是因为文物本身的价值，它并不在于说这个形状、这个样子、这个材质，在于历史的这个价值、历史的真实性。对，其实我们所在意的，除了文物本身的这个物品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其实盗墓行为的确也造成了我国大量文物流失海外，到底该怎么帮助这些海外的文物尽快回家呢？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也是增设了关于追索文物的相关规定。首先呢，是强调国家是加强文物返还方面的国际合作，我国也是加入了多个禁止文物非法出口的国际公约，也与多个国家缔结了双边的条约，依国际法和国内法合法的行使我们的追索权。其次呢，由于近年来我国的这个经济发展，还有包括文物交易市场的这么一个繁荣，我们国家不仅是这个文物的流出国了，还有一些外国的文物非法入境，
所以我们不仅要在追索文物方面开展国际合作，同时呢，对于非法流入境内的外国文物，我们也会依照对等原则与相关的国家开展返还方面的协作。第三呢，对于一些被盗啊或者非法出境流失海外的这些文物呢，我也是增加了明确的规定，使国家保留追回的权利，而且这个追回的权利呢是不受时限限制的，这也为我们追索这些历史上流失的文物提供了法律制度的支持。那现在文物回归主要有追索是一个途径，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方式是能够帮助这些文物回家的呢？目前海外文物回归主要以下几种渠道，第一种叫追索返还，就是按照国际公约和国家的相关法律来解决流失文物归属纠纷的方式；还有就是捐回，通过捐赠的方式将文物归还给原属国，通常是一种官方的外交行为。最后一种就是商业购买，在特定情况下难以通过法律的追索和外交手段回归的话，就会通过商业购买的形式让文物回归到我们祖国的怀抱。比如之前圆明园铜兽首的铜像，大多都是通过商业购买回归祖国的。我们过去文物什么时候能够回归？对于这样的主题，为什么大家会如此关注呢？19世纪初的时候啊，英国人把希腊的巴特农神庙还遗留下来的最精美的一部分雕像啊，给运回了英国，至今还存放在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里边，除了希腊馆以外，还有大量的非常精美的我们中国的古文物。一位已故的希腊文化部长，他的一句非常令人感动的话：我希望巴特农文物能在我死之前回到希腊。如果在我死之后回来，我一定复活。作为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讲，这个民族国家的文物实际上就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这么一个作用。过去、现在、未来，就是靠这么一个文物，我们做到了传承。对于一些流失的非正当途径流失到非所在国的这些文物，作为炫耀自己战功战利品，作为一个战利品拿来炫耀的一个陈列，所以说让人有什么呢？捶心之痛。对，因为实际上文物是人类触摸历史的一个活化石。当我们的海外文物回归的时候，它其实不仅仅是简单的历史回到了我们手上，还有一种是我们重新让一些在错误轨道运行的事情回到了我们正常的轨道。海外文物的回归，它其实会牵扯到我们比较复杂的民族感情，这个感情非常重要的。属于我们的那些美好事物的承载，我们的积淀，我们的审美，都应该是留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之内的。文物本身的回归也昭示了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再次谢谢3位今天的分享和带给我们的思考。那今天我们的案件也就到此结束了。盗墓可以是文学作品当中奇异的幻想，但一旦将其付诸现实，就必须要接受法律的惩处。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也维系着民族精神。文物的保护与传承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和努力。纵使岁月泯灭，时光斑驳，古物静默不语，可期如梦年华穿越古今，故事久别盼续。那我们本期大侦探合议庭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再见。战乱期间，为了保护自己国家的国宝啊，有人牺牲了，然后有人坠崖了，然后有人远走他乡，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张咩咩他毕生的愿望就是要守护这座大山，守护这个文物。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的具有诱惑性，多么的五光十色，他依然觉得用自己的方式在守护着这方土地。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坚守的东西，然后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能力所及的方式去守护着自己那些最宝贵的东西。文物是一个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历史，代表着一个国家很长时间的一种成长的积淀吧。我们每个人都要对文物保护有一定的意识，学会保护文物。
确实有很多文物流失在国外，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自己不断的努力，把属于我们这个文明当中、这个文化当中这些历史瑰宝，早一点把它接回家来。我们要多去学习这些相关的历史的知识嘛，去了解这个我们就传统文化的一些魅力嘛。文物代表了一个国家历史的传承和载体嘛，每个人对它都要有一份敬畏之心，都要有一份守护之心，同时呢，也要有一份传承之心。坚守自己文化的这个自信，无论到什么时候，几代人、多少代人都应该坚持这件事情。我们不应该因为所谓的一点点贪婪，来丧失这么多年的坚持跟传承。很多人会慢慢的忽视对于这些传统的文物啊，传统的一些非常博大精深的文化留下来的精华的一些关注了。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去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去保护我们的文物，为我们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大侦探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和独家互动。上微博搜索话题大侦探，并参与讨论，和微博侦探团一起在线高能探案。短视频特别合作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中国邮政、同程旅行、百度 App、百度百科、醒图。